这谁家的媳妇儿生勤快呀，我在这里刨地，他还帮忙过来捡树根。我在附近干活，他跑过来问我能不能够给他挖块地，不管多少钱他都愿意，只是到时候要骗一下他公婆，说挖机很便宜。只要是钱到位，那我肯定是非常的愿意。来的路上我也是大概了解了一下，这么做的原因是为何意。他公婆想把门前一小块橘子园毁掉，重新开放出来，到时候种点洋芋、土豆、马铃薯，增加一下家庭的收入。虽然说这块地方不是很大，但是公婆的年纪比较大，腰又有点问题，想要靠他们2个清理出来，就这些橘子树、杂草都够他们搞几天的，何况还要把整个地都要刨松散，那这得要下好大的功夫。不忍心看他们太累，刚好就看到旁边有个挖机在那里干活，跟他们说了就用挖机挖得了，他们还不怎么愿意，担心挖机的费用比较高，到时候挖地的钱还不知道要种多少洋芋土豆才能够回本。等下到了之后，他父母问我多少钱，就尽量给他们说便宜一点，具体真实的价格我们加一个好友，到时候转账给我。来了之后看见这块地确实也不是很大，挖机大概差不多30-40分钟就能够轻松搞完，估计可能就200块左右。那我肯定不能照实说，我就跟他们说100块钱就可以了。就算是这么便宜的价格，他们都还有点犹豫，还是想自己挖。在儿媳的再三劝说下，还是同意了挖机来挖。我开着挖机来了之后，看到我3-2下就把树推倒，橘子树也是轻轻松松的挖起来，看得那也是一个笑哈哈。其实他们也知道用挖机挖比较轻松，老一辈这种节约的性格其实也不怪他们，毕竟他们是从物质匮乏的年代过来的，都受过饿，基本上都是能省则省，能节约就节约。看个电视都要把灯关了，这样能够节约一点电费。洗过衣服的水都要留着冲厕所，衣服超过100块都算贵。不像现在有吃有住，安居乐业，社会发展是真的快。我还记得小时候穿着个破鞋走在泥土路上的年代。还有最后一点点，挖一挖我们就搞完了。祝大家父母长命百岁，身体健康。搞完收工，我们下期见。就很棒。今天老板的精神就是把这个小水坑随便清理一下，最主要的是把堤坝加宽一点。随便的意思不用说，就是要我快点搞，怎么快怎么来。你有没有发现，有时候我们精心安排的一切，但是总会有意想不到的状况出现，打乱我们的整个节奏。就比如这个小水坑开挖之前，我脑壳里面整个思路已经给它安排的明明白白。下来之后，我先舀水，水舀干净，再把堤坝上面的杂草清理一下，再用塘底的加泥巴把堤坝加宽筑起来。你看这样简洁高效，很快就可以搞完了。但是谁能想到上面也有一台挖机在挖鱼塘，他脑壳比较大，他也不管我下面是不是在挖鱼塘，他直接就把上面鱼塘里面的水给放了。我一开始还没有发现，直到我越挖越稀，感觉这个泥巴有点不对呀，堤坝都堆不起来。我一看这后面怎么全是水，我记得都舀得差不多了。本来是个很好干的活，被他这么一搅和，搞得我整个节奏稀烂。我又要重新舀水，舀水都好说，但是我因为挖机在里面走了一遭，经过水一泡，本来不干不湿的泥巴可以直接给它加宽筑堤坝，但是现在搞了一层稀泥巴，就相当于给你鞋底抹了油，现在都站不住了，难搞，搞得我现在头都大了。要是等下老板来了，这不得还要挨骂，请你过来清理小水坑，
你却用水在里面和泥巴，还玩得不亦乐乎。我估计可能账都不想给我结。水终于舀完了，泥巴也和稀了。为了能够把堤坝堆起来，表面这一层稀的我们必须先给它扫到一边，然后挖底下硬的给它筑起来，不然容易垮掉。你看这泥巴和得越来越稀了，还好老板现在还没有来，我们快点搞快点搞。这后面我们就快点给它堆过去加宽，旁边就先不给它拍了，等一下在侧方位给它弄一弄。底下的硬土挖得差不多了，我们又把这边的泥巴扫到这边来，挖这边的硬的。就因为这一个变故，这得多磨多少时间呢？老板这吃早饭又得少加2个蛋，费了9牛2虎之力，整个堤坝总算是全部给它加宽了。现在我们就侧方位给它拍一拍，烫一烫啊，搞漂亮，发挥出我们的工匠精神。最后这个小水坑清的效果怎么样，就看这个堤坝烫得漂不漂亮。整个堤坝搞完，我们再把剩下的一些稀泥巴收一收，扫一扫，最后开上来，收尾的一点地方收一收，扫一扫。今天的这个小水坑这样就可以了，老板非常的满意啊，还好他没有看见我在里面玩泥巴。搞完收工，对面的大脑壳还在挖，就很棒，我们下期见。路边被雨水冲垮了，阿姨要我帮忙给她挖几下。清晨时分，我开着挖机奔赴一处鱼塘开展施工，途中偶遇一位阿姨，她恳请我施以援手，帮她处置因雨水冲刷而垮塌的区域，仅需随意挖上几铲，将土堆到上面即可。我闻此言语，心中思忖，这如何能行？我可是村里面开挖机出了名的快，更有鱼塘堵路圣手斗胜之美誉，怎能敷衍了事啊？倘若让村里人目睹这粗糙之功，误以为我技艺不坚，日后谁还会喊我来干活？既然决定相助，那必然要将其处理得尽善尽美。首先我将上层干燥之土疏拢，修成坡面，如此后续便不易再度垮塌。待大致形状出现，我便来来回回反反复复拍打，使其更为坚固紧实而美观。整个坡面经过我一番拍打，底下剩下被水浸泡成稀泥巴的土挖起来，给它堆到上面，下面的稀泥巴清理干净，同样的给它拍一拍，烫一烫，搞漂亮。你看这个效果是不是就非常的棒？如今仅剩于角落中坍塌较为严重之处，我收取些许泥土前来铺垫，将挖机向前挪移些许，以便将前面冲散较软的泥巴疏拢过来，最终将这些泥巴甩到上面，剩下的些许泥土收成坡面，再度拍打修整，使其美观。原本坍塌之处，经我这番努力已然修复完毕。最后将堆于上方的泥巴疏拢清扫，使其平整。届时阿姨还能于此地种植洋芋、土豆、马铃薯。经过我这一番操作，终于是搞完了。见我处理的如此出色，阿姨执意要给我酬劳，还询问我有没有结婚，说要给我介绍对象。我微笑的回应道，不必如此，如手之劳，几分钟的事。阿姨又问我叫什么名字，我转头微微一笑，请叫我红领巾。今日又是助人为乐的一天，搞完收工，我们下期见。就很棒。